渊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。走。 颜丹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 你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 姐，直系会永远保护颜丹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啊，姐，姐。 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，姐姐！姐，回来，姐！快走！ 颜丹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，在升仙阶前，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九重天。
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把仙血全都收集回来了，我的惩罚便是芷溪跟颜淡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颜淡，是我。进来吧。颜淡，对不起。若我没有替天帝做伪证，你们不会遭逢此难，芷溪仙子也不会牺牲。我因一己私欲伤害了你们，此事万死莫赎。待救出玄香，我便向你们谢罪。就算没有你，天帝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了我们也受了伤，你没事吧？经历这么多，你还这样关心我。颜淡，以后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？我想替芷溪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仙魔大战中，我曾亲见，甚至亲历了无数生离死别。世人皆有一死，但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。其实，能为心爱的人死去，亦是幸事。我认为爱是天长地久的陪伴，是无法割舍的牵念。若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幸运，怎么能配称之为爱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帮你，就将我的功绩报上去。为何此番天机阁应试入选的人是你？小小鸟族，与稳固神庙的鲛人族乃一路货色，只配做打扫仙室。尔等卑贱出身，怎比得上我天生人胎的仙族？为我所用，是你的福气。长师同我说过，禽兽小族登不得台面，用作跑腿嘛，倒甚是顺手。其实啊，长师从未考虑过晋升你。既然被你看到，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
以出身论人者，死有余辜。既要毁尸灭迹，便应该做到天衣无缝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很像曾经的我。世间每一种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怎能断言这不是爱呢？陶姐姐，柳维阳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与你团聚的，你们不会再受生离之苦。其实这几日，我想独自去寻玄香，只因昭兰的阻拦未能成行。他设下的结界，切断了南海与天庭的一切信道。也许是担心我打草惊蛇吧。昭兰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天帝在外面布了天罗地网，外面很危险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好，柳微阳自然也会好。我听闻此结界乃余墨所创，可南海这样大，真的能保证毫无破绽吗？余墨好歹也是个九旗，他设下的结界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此便好。可久居南海总不是办法。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，等余墨醒了以后再说吧。余墨哥哥，余墨哥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水浇不熄的火。水熄火，火融冰，水火自古不相容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九旗的水火之力。我要尽力，让我的火灵被水浇不灭，方能与水灵合二为一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可你如此急功近利的修行，每每历尽艰辛，才修炼出一点成果。这些冰浇下去，你将从头再来。余墨哥哥，不若徐徐图之。本来九旗的火灵就没有那么容易修炼出来的。放在以前，修炼个几百年又有何妨？可现如今，大仇未报，门外强敌虎视眈眈。我需尽快修出火灵，重获水火之力，这样才能攻克强敌。芷溪，她是个好姐姐。余墨现在怎么样了？余墨，他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你呢？你的伤势可有大碍吗？多亏了芷溪的血藤丹，
才让我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。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废物，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以前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仙士，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插科打诨，每天靠你跟姐姐的照顾，无忧无虑的，总觉得有朋友、有亲人在身边，便已经知足了。而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每天很努力的在修行，可我发现我依旧什么都做不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就不会上天星台，于墨也不会受伤，姐姐更不会因为我而死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。小傻瓜，这一切的错都怪我。你再哭的话，就成小花猫了。你看，今夜不知我们在等待，也不知他在等待谁。这么晚前来，又面带笑容，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吧。我们海豚耳力甚好，讲悄悄话是会被听到的哦。其实我是在给姐姐庆祝生辰，姐姐从小就喜欢看烟花，我们约好每年生辰的时候都要一起燃放。你们的生辰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姐姐呢？姐姐嫁去北海了，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能和对方一起庆祝生辰，但每年姐姐生辰我都会来海边燃放烟花。我们海豚是四海里最耳聪目明的妖精，无论它在哪里都一定会看到的。无论在哪，距离有多远，真的能够看到吗？就算眼睛看不到，心也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姐妹嘛，就算分隔得再远，心也永远在一起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接星星大典，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窒息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你，如今也是一样。
芷溪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想，你们便可以一起看每一场星星雨。姐姐，是你吗？你也和我在一起看吗？只要你心中记挂着他，他便无处不在。从此星星是他，花海是他，漫天飞雨也都会是他。芷溪护住了他自己最爱的人，四野邯郸，宁折不弯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绝不陨落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你姐姐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姐妹，到时候我做姐姐，你做妹妹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你一生无忧无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活下去的，姐姐。末下。龙尊，此为何意？云墨哥哥，九岐一族历来是水族至尊，四海深慕大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，四海龙宫，各位水族长老齐聚此处，我们商议过了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对付谁，甚至整个天庭，四海水族任凭调遣，绝不退缩。四海水族听凭调遣，为九岐而战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这是为何呀？难道不同意吗？赵兰，诸位，此番我被天庭追捕，全凭南海尽心护佑，我才得以安全。过往之恩，我们可以不必再提。诸位的心意，我代表九岐一族诚挚谢过。云墨哥哥，接下来我所行之事异常凶险，我不可也不能让水族臣民陷入危险之中。云墨哥哥，这本来就四海水族安存于世，便是我九岐一族最大的心愿。如今天帝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破此危局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一个人。陶子期。没错，你记不记得，之前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们撞见他疑似向外传信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心系柳维阳，可从来不佩戴他送的耳环，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。我总觉得他对柳维阳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真挚。我去问过他，关于他和柳维阳是如何被抓，柳维阳被关押在何处，他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却过于冷静。若真想救人的话，定会回忆各种细节，而不是不断的指责自己
拖累了他。没错，桃姐姐虽然会经常来看我，跟之前的表现也并没有异常，可她对南海结界还有我们的打算非常的关心。之前在天星台的时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她为了自己的爱人投靠了天帝，那为何最后又不顾自己的爱人出手相助呢？她如此行事，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了？对她既有怀疑，为何要救她离开？若桃子气是友，我们为了柳维阳理应相救；若他是敌人，我们把他握在自己的手中便是仁政，是日后揭穿天地有力的筹码。可陶子期若没问题的话，柳维阳一日未被救出，他便有可能再次投靠天地。所以我们日后行事，谈话更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让他有机可乘。那日天星台大战的时候，你突然攻向天帝的腰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的腰带被刺破后，那里透出寒光，发出兵刃相接的轻音。我认得那把腰中剑，那是基督星君缓钦的贴身武器。可天帝为何要佩戴以示星君的佩剑？我曾试探过，有一次天帝不慎拂落了我棋盘上的棋子，却能不差分毫的还原。但只有懂棋之人才能做得到。但天帝他不通棋术，又从不饮酒。如今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没错，变了一个人。之前姐姐也这样说过，说天帝自从仙魔大战之后性情大变。之前的他严肃古板，而如今他不但一再变更天条律法，甚至连刑罚都放松了，还设宴与众仙一起同乐。你们说，天帝会不会已经不是天帝了？既然那个神秘人会傀儡术，那天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帝。我自幼受帝尊教导，之前一直不理解，心怀天帝的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功嗜杀？他已身居尊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残害各位帝君，更没有理由来杀我。如果帝尊是以傀儡术假扮的，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真正的帝尊，他去了哪里？难道应渊，此人知道九曜的运行规律，并且贴身佩戴腰中剑，还通晓棋术，你不觉得他跟桓清很相似吗？金蝉翼放在步星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的？桓清已死，我检查过他的心神，而且他的心灵也丢失了。天帝极有可能不是天帝，那仙身也可能不是桓清。我们都知道你跟桓清的感情，我们也都不希望那个人就是他。那日在神关林，你确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吗？子期，云墨这信写的10万火急，让我们收到信即刻前往夜兰山。可是子期，你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天帝，我们互不相犯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清理战犯邪神，何须理由？
曹子气勾结魔族，理应拔仙骨碎仙灵，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若你要这般对他，不必等到我现身。你倒是没吾想的那么笨嘛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放过他，我都给你。想要他吗？拿你的万魔之眼来换。子期，我给你，只要你不伤害他。东西你拿到了，放人！我答应放过他，可没答应放过你呀。这些都是延续天宫时的物件。他竟帮我保存至此。星辰瓶，是姐姐。颜淡，余墨为下界寻你，不惜断了龙角。相识不久的友人尚且待你如此，我这相伴而生的胞姐却无事可做，只能为你接一瓶星辰，祈愿你在凡界一切安好。余墨竟是为了我，去寻我的时候断了龙角。余墨，这份情谊你让我怎么还？颜淡，若你可以原谅我，大婚那日，我要亲手为你穿上这件嫁衣，希望你能心想事成，冲破一切天规，和应元君永远在一起。这些年，姐姐一直在牵挂我，可如今我便应渊放不下，也回不去了。你是何人？颜淡，好不容易扮成你一次，还被你看穿了。你为妖神，为何冒险来了天界啊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就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不行吗？姐姐，你为了救我，把你的半颗心给了我，让我有了重生的机会，谢谢你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剜心那么痛，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已无大碍了。你呢？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恢复的好吗？你觉得呢？
姐姐，我看到你给我收集的星辰瓶了。如今你也升了仙阶，而我在凡界过得快活自在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当时对着星辰瓶的许愿都已经成真了。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为你准备的嫁衣呀？那也一直是我的心愿。你离开天界这么多年，是帝君收好了你的旧物，珍惜守护着有关于你的一切。他心里是有你的。别再说了，姐姐。他要守护的远远不止这些琐碎之事，还有3界苍生都在等着他呢。我现在觉得，其实不是每段感情必须要有结果的。我与他，我已不做妄念了，只想护他安康。你呀，明明心里就有他，为何要逼自己放下呢？3界终有安宁的那一天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也许帝君就可以放下责任，与你相守一生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安慰我呀？你放心吧，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学会了珍惜当下，莫问前程。我跟他，我不想再强求了。关于应渊君的事情，你不想多说，那我便不再问了。不过你此次偷偷跑回天上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难道跟我都不能说实话吗？我们所查之事涉及天地，若是被他率先察觉，定会被其灭口，还是不要牵连芷溪为好。颜淡，我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的这里已经有了我的半颗心，你的性命不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要让我知道他的安危。姐姐，你之前就和我说过，天界有人袭击了帝君，而此次陆明失踪之事，想必你定也知道了。你这次冒险回到九重天，定是为了查验此事。颜淡，你和我约定过，你我之间要彼此信任，不离不弃。如今，你要食言了吗？好吧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今日医官可向我抱怨，说寻不得你踪影，无法医治。今日怎么得闲，杳无医须啊？帝尊此前教导应渊，为仙者应当克己。您从不饮酒，亦不喜仙人贪杯。今日不知帝尊为何会携酒而来？大战之后，吾深有感触。一生苦短，往日这天界的清规戒律，实属无趣，不必桎梏己身。帝尊变化之大，应渊颇感陌生。人非金石，怎能不变？帝君，你往昔不也是无情吗？下界历难，回来之后，不也为情所苦？你不是也变了吗？时隔数年，我重返天界，对天界事情很多都很生疏，便去了趟玄心崖住了几日。获得老元帅提及一事，我想不明白。据说当年大战之前，帝尊曾说过太幽难当重任，可不知为何如今他能破格提拔为仙兵总管。此事甚是无奈。你要知道，太幽是湾云帝君的弟子，湾云帝君战死，吾心甚痛，时常想念。所以现在3界无事，我就破格提拔太幽为总管，以为湾云帝君在天之灵。
天界之事，有吴掌管。你方归仙位，身体尚未康复，就不要那么费心了。应渊只是担心帝尊事务繁多，只是想替您分担一二。我回九重天那日，帝尊才说过，必定会查清楚仙魔大战之内情，以及凡界偷袭之人。这过了几日之后，不知帝尊可有结果呀？无疑有几个怀疑的人选，正在一一探查。帝尊，那偷袭者常用无影兽来与人传信，我已经查探过了。天界诸多仙官也得以佐证，在玉清宫之中，许多人都听到了无影兽的轻啼，想必此人便在宫中。不错，你的想法与吾一致。此人喜好收集和喂养各种灵兽，而且在你下界之时，他偷偷下界，甚是可疑。此人便是吾的贴身侍官陆明。帝君，吾听说陆明与你关系甚好，他有没有趁此机会暗害于你？不知为何，陆明现在不在宫中，寻不到踪迹。要不然，吾一定亲自将他绑来，让帝君审问。我对神秘人所施的7日同命咒，如今还剩最后1日。我若能探出他手中印记，便是铁证。许久未见帝尊，甚是想念。昔年，您常在这里飞至杯盏试探我的仙法如何。若是在杯盏落下前10招能胜你的话，便能获得赏赐。那么今日，应渊想与帝尊比一比。哦，帝君为何今日如此好兴致啊？只不过你仙体受损，仙力尚未恢复，改日吧。帝尊拒绝，难道是怕了？您曾说过，惧者必败。帝君，吾何惧之有啊？只不过是怕伤了你。记得你年幼时候，吾曾单手与你过招，那今日就重温一下儿时之梦。吾单手与你过招，请。帝君，吾就说了嘛，怕伤着你。多谢帝尊手下留情，应渊无碍。你仙体方愈，今日就点到为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吾该回宫了。此番错过，7日同命咒终究无用了。
帝尊向来不喜我义气，自己也不善艺术，为何如今他随手一摆，却能完满复盘？难道……真没想到，陆明竟用自己的骨血为你们留下了线索。他生前曾多次来到妙法阁，每次都会在这个柜阁面前停留。我想这其中一定另藏玄机。怎么又是腰带？我之前在藏书阁看到陆明留下的木盒当中，全是与腰带相关的书籍，可他生前对法器还有配饰毫不在意。他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这些腰带从何而来？诛仙都会定期更换法器用物，而换下来的旧物就会暂时放在妙法阁中。这个柜阁就是专门用来存放各位仙君腰带的。诛仙君更换法器的记录你还有吗？给我看一看。有的。你看，这2页为什么是空白的？有2位仙君从未更换过腰带，所以就没有记录。一位是帝尊，还有一位就是应渊君。为何？仙幕大战过后，帝尊就再未更换或修缮过腰带了，推说是因为故人皆逝，所以格外珍惜旧物。而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四叶汉带呀。他上千年来都没有换过腰带吗？自你出现以后，从未更换过。应渊白日所施，竟是玄烨所创的永夜功。此功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可炼，玄烨已死，血脉已断，此功怎么可能再现于世？难道玄烨的刃魂剑不见了？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，方可降服刃魂剑灵。地崖只有应渊长居，剑灵必然已归顺于他。应渊，你竟是玄烨之子！原来如此，应渊，吾只要得到你的血脉，便高枕无忧了。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四叶汉带啊。何人在此？颜淡，我正在更衣，你怎么来了？四叶汉丹不是可以解百毒、愈万伤的吗？你身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昔年所受刑罚，冰锥入体，这伤痕万物难解。帝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帝君，您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愣着做什么？出去！帝君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新线索了，你不要误会。
仙魔大战之后，帝尊一反天界常规，推说练习旧物，于是他身上的腰带就再没有更换过。可是他对其他的法器从未如此重视，我猜测那个腰带一定有秘密。帝尊从前重武轻文，极是节俭，如今天界气象奢靡，他的饮食起居、性情喜好皆与从前不同，确实可以。你有没有查到什么其他的线索？吴影寿曾是证据。我在陆明的卧房当中找到了这枚断剑，但如今吴影寿已死，再无对证，看来是帝尊早已做好了打算，栽赃陆明。那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罪证了吗？我白天试探过他，发觉他的功法异常强盛，可在他的修行记录中却未有得到之迹。这可能与修炼乾坤影有关。若是能够找到他曾研究天象，并且借用九曜连珠修炼的过程，还有证据，那我们就可以揭露他的罪行。九曜连珠的细节，是决定了帝尊在仙魔大战之中扮演了何等角色。若天象可以预测的话，那么这次大战很有可能是他算准了时机，亲手挑起。我已经去过还秦的故居，找到了那本星图册，可是九曜运行，我找不到任何规律。九曜运行并无规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幅星图我曾经见过。你说的是这幅图中九曜的位置？包括前面几张也是一样的，九曜的位置非常的眼熟。来，给我。这幅用白字。九曜司，天、地、阴、阳，阴为黑，阳为白，黑白交错，阴阳叠加，于是成了这副棋局。而这副棋局，我曾经在偃虚天宫见过。这是还秦想出了一局残棋，研究许久都没有对策。他说要送来宫中为难我一回，我把他给了你，你3日之后就破了此局。他高兴坏了，拦了北冥仙君的仙鹤，驾鹤来观棋。果然，这九子连在一起，就是九曜连珠的方位。还秦如果已经预测出九曜的星轨，为何还要隐瞒他人？他会不会是帝尊的人？如果要查清楚真相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去还秦生前值守的不兴亭寻找线索。今夜步行已成，失了时机。明晚我们再一起去查吧。哦，好。天色不早了，那我先回玄心崖了。燕丹，我还有一句话。
方才对清源所说的话，那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会再受制于天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帝君，你怎么屋外还有人啊？你们继续，我和陆景在这儿好好守着，不会让别人发现的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1整夜吧。1整夜？那我岂不是1整夜都出不去了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你在下面睡没事吗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地面阴冷，如果寒气侵入你的体内的话，你旧伤复发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睡地上，你睡榻上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样吧，我们以线为界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，不得越界，和平就寝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提前预谋好的呢？没有吧？小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我刚才后面感受到了。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你越界了。我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才越界的，好吧？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别动！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耻神仙？睡觉。好久未见他这般安宁的神色了，想来自你归位后，再未度过安乐时光。若你可以不是影渊，从始至终都只做唐周，我也不是仙石颜淡，只是一个游乐世间、安闲写戏的莲花精，那该多好！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击，情之所你这么一直盯着我，我怎么睡？无赖！燕丹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履行帝君之责。眼下危机四伏，天界必有一战。我身为帝君，危难之际定当身先士卒。若你我终有一日死别，有过今夜温存，我依然无憾。参见帝尊，我们安插在衍虚天宫的眼睛前来通报，颜淡已至天界，昨夜与殷渊同寝，二人关系亲密。看好这个女子，她是应渊
唯一的弱点。他们恐怕已经查到了线索。我们从他回来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会有今日。放心吧，大局仍在吾的掌控之中，吾会把自己的结束变成应渊的结束。整座波星亭当中，只有这观星石墓作为蹊跷。昔日冀都星君通过观察它，测出了九妖的轨迹。你说这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线索？本君呢，已经替你支开了不星关，剩下的可别想偷懒。不夜点星石墓自会开启，要是灵力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像从前那样教你。这上面好像附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是3亿无异族的至宝，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——金蝉翼。那日我与帝尊比试，他仙法玄奇，深不可测。若真的是他修习了乾坤眼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现在想来，当年3亿巫是帝尊亲自下旨灭族的。可若是赃物的话，为什么不好好藏着，要沐天席地的放在这儿呢？日月隐于天，万象化于无。金蝉翼是用来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，它将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归于己用。天之角，灵气充溢。至于此地的话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。可是桓钦夜夜在此步行，不难发现他。这片禅意，或许就是他的催眠符。昔日的情分，终究是念不得了。怎么？饭菜不合胃口？这900年，你是否得偿所愿？虽是大功告成，但是岁月悠悠，寂寥难耐。那份真心，那副容颜，再也未能出现。
婉清，一别经年，我来看你了。为求真相，得罪了。仙灵一时，你果然不是战死的。出大事了！帝君，帝君，我等奉帝尊旨意，请您即刻前往凌霄殿，有要事商榷。陆景，没有本君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延续天宫。是。帝尊，天中撞响9次，乃九重天100万年来未有之事。敢问帝尊，发生了何事？自如归位以来，异状频发，众仙官甚是担忧，纷纷上奏，所以今日无不得已把如请来一叙。上一次钟声响彻九重天，乃是仙魔大战得胜归来之时。应渊何德何能，让钟声再次为我而鸣？还请帝尊明示。我用9道天中封闭天门，皆因这9重天只剩你一位帝君，整个天界无人可以抗衡。若不如此，众仙官怎敢仗义直言？此皆是为了天界安危，不用介怀。应渊君镇守天界数万年，向来是无辈楷模。可归位以来，不知何故心性大变。我统领天兵，应渊君未曾有一次过问天界防务，只见你屡屡下凡，留恋人间。我还以为应渊君犯了多大的罪过呢，不就是到下界逛了几遭吗？可笑！我想问一下在场的众位仙官，哪个没在闲暇之时到下界逛上一逛，走上一遭啊？太幽方才进位，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从前从不无故下界。帝尊以让我养伤为由卸了我的差事。天庭守卫并非我管辖之事，如何知会？之前罹难时，我屡遭丧命之险，来者行事诡谲，欲毁3界和平，因此我去下界调查。何人敢大胆谋刺于你啊？应渊，应渊！天界近日并无要事发生，突然敲钟，9重天门尽数关闭，上神亦无法出入。难道真的和应渊有关？可万一不是，白日外出被人识破我伪装姐姐，反倒惹来麻烦。颜淡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帝君被帝尊召去了，大批的天兵围住了凌霄殿。我听太幽星君的进士说，帝尊要对帝君发难。帝君的安危关乎3界的安定，
下界时也会有人暗中保护。谁知天兵所见，你下界并没有查案，而是私会妖女。应元君，你守护的是三界，还是私情？帝尊，这是何意啊？应元，你可知罪？若帝尊指的是芷溪的话，我不知罪从何起。帝尊，帝君。是芷溪行事不周，近几日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偃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进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进士也不可包庇。我亲眼所见。帝君将他，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因妒被主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。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应元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他不是芷溪，是转荣诀。不错，与应渊有情的，始终都是昔日的偃虚天宫的仙士，今日野揽小妖，颜淡。帝尊，我此次上天界，皆是因为我的好友陆明失踪一事，与应渊还有芷溪毫无关系。若帝尊要责罚的话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应渊，此等伎俩，瞒不过吾，难道能瞒得过你吗？你在下界历难之时，就曾与此妖女有所纠葛，吾并未在意。现在九重天对有情之人不再苛责，但你明知她是颜淡，却称她为芷溪，诓骗诸仙家，真的是甚失无望啊！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，并未成邪，对吗？
我确实对严旦有情。900年前，为情伐自成。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，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。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元君，你很有种啊！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。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！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，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可直到今天，容不得我再自弃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九曜连珠。没错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、乾坤引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九岐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引可以使其淬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随后龙鳞破碎，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引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恰逢仙魔大战，弃镇仙灵，则需与修炼乾坤引者仙力相当。3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，尽皆殒命。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
天禅意是修炼乾坤影的最佳法器。三义乌在创世之战时，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。此后，天禅意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，不兴庭。直到昨日，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墓上，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嫉妒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。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帝君，吾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？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旗龙鳞，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影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。吾向来器重于你，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地召你来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颜旦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。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陶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微阳已经落到了天帝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得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地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，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应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，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3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质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帝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九死一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3帝君尽数牺牲，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。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汉淡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汉淡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，皆凭我意。况且，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，诡道也。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被应渊
调去了偃虚天宫。陶子季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9旗龙鳞一焰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，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，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，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，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。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永夜宫，永夜宫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写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，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。你曾说我父母是两族无名之辈，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吾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，才有所隐瞒。但是吾万万没想到，你偷偷取出了镇魂剑，偷袭永夜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负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，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镇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夜宫，而镇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，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，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渊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渊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地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今日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渊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渊一日都不敢忘。
自幼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嫌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，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，天规教条，我尽守之。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严旦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渊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旗龙鳞和金蝉翼，都是乾坤隐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，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旗三义乌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，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叶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朱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信，不想，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二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朔华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钟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期所言还有人证。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。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呐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。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严旦在偃虚天宫密谋。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啊！蛰伏900年，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，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，
劫魔族挑大战杀藤辽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。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，将应渊押至天刑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先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！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刑台，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陵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邯郸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岳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、诛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10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先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惩你偷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！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据说这怨刃之刑有9981道，每受一刀，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劫。岂止啊！怨刃入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！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颜淡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吾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
天地，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2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燕丹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好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干地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段岁月凉。洗尽闲枝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也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嫣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因为我万幸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整整80道怨人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，难道真是命不该绝？作为战神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不过这第81道怨刃来自九幽深处，其威力胜过前80道之和。就算上古天神现世，也必灰飞烟灭。